眼前这辆概念版鲨鱼跑车是歌坛车厂的又一款杰作，也是他们打开高端市场的敲门砖。客户杰森在看到这辆车后，表情有些凝重，这让马克两人内心有点紧张。他们让杰森坐进车内体验一下，声浪听起来还算可以。最后的结果，杰森也比较满意。他让自己的员工都来参观这辆车，大家都很开心。这笔10万美刀的交易，车厂直接赚了5万。接下来，大家的重心都放在了西风身上。回到车厂后，马克拖来一个巨大的箱子，里面装的是史碧威公司提供的零件。大家将其一一拆开查看，里面是一套底盘架。这种底盘和悬挂的特殊搭配，通常出现在肌肉车上。马克别出心裁的将其用在这个拉货车上，希望以此增加竞争力。这辆西风的基础部分完成后，肖恩把马克叫到了办公室，激动地说自己有了大发现。近期在市场上出现了一辆1957年的肯沃斯半挂卡车，这辆车在别人眼里可能不值一提，但在马克的心中，它的价值简直无与伦比。因为马克的父亲是一位卡车驾驶员，在我们这边也叫开大车的。这种职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需要经常出差，在外面跑车，与家人更是聚少离多，这让当时年幼的马克很难过。而他对于父亲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路边的那辆肯沃斯卡车，父子2人的关系并不亲密。不过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，他渐渐地理解了自己的父亲，两人的感情也慢慢修复。但马克脑海里的那辆肯沃斯卡车却依旧破烂不堪，这项改装工程犹如他和父亲的关系，起初看起来毫无修复的希望，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结果却变得非常美好。马克的想法固然很好，但那辆肯沃斯卡车相当稀有，起初车主并不愿意卖。经过肖恩的一番交涉，客户最终同意以车换车。他提出让车厂改装一辆1980年的雪佛兰开拓者，如果最终的效果能达到要求，那么他就会同意交换。尽管这么做风险会有点大，不过大家还是决定尝试一下。马克让肖恩尽快买一辆开拓者回来，他则继续去翻新西风跑车。眼前这些像血管一样的东西，是发动机上的输油管道，它们经过歌坛车厂的设计之后，能让发动机爆发出600多匹的马力。现在车厂要把这个性能怪兽装到一辆货车上面。尽管西风的发动机舱非常大，但是对于这个发动机来说，要想轻松的装到里面还是会有些勉强。好在大家都非常有经验，最后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成功固定。接下来托尼要为这台引擎量身定制一套单点喷射化油器进气口系统。这个玩意儿不仅听起来绕口，操作起来更是麻烦，全程需要托尼手工操作。先在图纸上设计出精确的模型，然后将数据输入机器切割，完成之后再抛光打磨，最后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。等上面的线路连接完成后，大家尝试发动车子，我们可以听到一阵金属摩擦的声音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赶紧停下来检查，避免对内部零件造成伤害。但原始人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发动。马克推测是输油管接口处松脱，导致整个系统无法密封。他让戴斯简单地调整了一下，这次再进行发动，引擎瞬间爆发出轰鸣声。看来马克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这边大家刚修好发动机，外边就传来了肖恩的鸣笛声。他买了一辆开拓者回来，这辆车的成色还不错。马克打算将它改装成重型皮卡。首先第一步就是换掉后轴，给后面装上4个轮胎。为了使风格更加搭配，他们还需要重新制作超宽翼子板。至于内部的改动，马克要装一套定制化红色内饰，最后再换一套炫酷的轮毂和车胎，车身表面来一层的浴火涂装。这辆6轮重型皮卡就算完成了。有了具体的计划后，大家立刻开始工作。他们先把顶棚给拆掉，然后将车子内外全部清理干净。这次的重点在于后面的车轴，把一辆4轮车改成6轮，整体工作量非常大。而对于托尼这种小身板的人来说，必须使上吃奶的劲才能把后轴拆掉。皮卡改低趴的风格在国外很流行，但将一辆4轮的越野车改成6轮重型皮卡，对于车厂来说还是头一回。为了和后面2个车轮相匹配，员工们又测量了车身数据，他们在上面标记位置，然后用钻头钻开。接着托尼沿着所有点位将钣金完全的切下来。有了足够的空间之后，马克将模板放到车上，同时在表面铺上玻璃纤维，并浇筑树脂进行固定。等到彻底风干定型之后，他把开拓者拉到了喷漆车间。马克的想法是给表面涂上炫酷的地狱火涂装，红黑的搭配让车子看起来低调且奢华。虽然马克修车的手艺很一般，但喷漆方面还是不错的，成品看起来有模有样。接着大家进行最后的收尾，增加细节方面的处理，全方位提升车子的质感。经过3个小时的忙活，这辆重型6轮皮卡总算是完成了。和原车相比，它的车身更低，轮毂和涂装也更加炫酷。但我觉得后面装4个轮子完全没必要，这只会让车子看起来更笨重。如果这笔交易能顺利进行，那么马克距离自己的梦想就又近了一步。他和肖恩经过长途跋涉，总算是找到了客户。马克给他介绍所有的改动，轮胎的尺寸直接干到22英寸，同时给轮毂也上了涂装，内饰也是手工定制换新。为了这次的交换，车厂也是下了血本。
好在最后客户还算满意，两人成交之后，马克也成功带走了那辆大卡车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辆60年前的半挂卡车竟然还能发动起来。如果这次能改装成功，那么这将是歌坛车厂翻新过最大的车子。马克的计划是这样的：先把整辆卡车都拆散，每块金属都送去电镀，接着他们会把生锈的车架和驾驶舱清理干净，让卡车变得闪闪发光。至于内饰方面，马克会将其全部换新，保证乘客的驾驶体验，然后再给车子换上全新的轮毂和轮胎，在表面喷上炫酷的涂装。等一切都处理好后，再将电镀好的零件重新装上去，这辆大卡车就算完成了。众人觉得这个计划十分可行。正当要开始工作时，肖恩却接到了史碧威公司的电话，他们提出要把那辆西风跑车放到公司的杂志封面，这对于车厂来说增大了曝光量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整个工期得提前2周，这样的话车厂就来不及翻新卡车，从而丢失这个客户。一边是车厂的未来，一边是马克自己的梦想，他究竟会如何抉择呢？